亲妈擅自收下聘礼，装病骗我嫁给镇上的肉铺老板。为了躲避催婚，我在医院找了个男护士当挡箭牌，本以为租了个软柿子回家，谁知他三言两语就帮我推掉了这门亲事。您看着面色偏红，应该平时应酬多，喝酒也不少吧？腹型肥胖，走几步就喘，心肺功能跟不上，是临床上公认的心源性猝死高危组合。你少在这吓唬人！情绪激动、喝酒、熬夜都可能触发。黄金救治窗口只有短短几分钟，真出了意外，再多身家也没用。小李，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普通护士，懂哪门子看病啊？行了，婶子，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没事吧？别着急，你妈我没什么大事儿。不过你要是今年再不把自己嫁出去，我这心脏早晚得被你气出毛病来。你又装不舒服骗我回来。我带的那个班初8就要开学，山里的孩子正等我回去发新书呢。等什么等？乡村老师本来就辛苦，赚的也不多，你总待在山里也不是个长久事。我告诉你苏念，从大年初1到15的饭局，我已经全给你排满了。什么？初1见咱们镇上开肉铺的李老板，初2见县里的包工头，初3是卫生院的王医生，都是踏实过日子的人。不要，我不去，我有男朋友了。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行啊，你有男朋友是吧？明天大年30，你把他给我带回来。行，要是明天我在家见不到人，初1我就去你学校找你同事们聊聊，让大家都帮你参谋参谋。走走走，看见你这个笨丫头就糟心。烦死了，上哪儿去变一个男朋友？如果真让他去学校里闹，我肯定没法继续在那边教书了。坚持了3年的心血，绝不能毁在这里。告诉老太太，我回不去，不用再安排相亲了。什么集团千金、财阀独女，让她自己去见。再逼我相亲，我现在就申请去偏远地区执医。挂了。穿着基础洗手衣，连个级别徽章都没有，估计是哪个压力太大的护士在这发牢骚呢。不过这身材这脸蛋儿，带回去绝对能镇住全村的7大姑8大姨。等一下！干什么？松手！帅哥，你刚才说你想去偏远地区执医对吧？什么？既然都是躲家里人催婚，不如跟我走，大山深处包吃包住，1天300块，日结，买断你春节这7天。工作内容很简单，跟我回村假扮我男朋友，挡住我妈的催婚大军。7天后，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林之恒，最年轻的心肺外科双科主任，被医学界奉为神医刀，平时医好难求，现在被一个看着像大学生的丫头花300块钱1天买断了。怎么样啊？这价格就算在兼职群里也已经是天花板，大不了我再给你加50，不能再多了。你说的是真的？大山深处没信号那种？绝对没信号，连4G 都经常断。成交，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护士虽然话少，但还挺上当。开心成这样，这得被催成什么样了？太好了！既然你收了定金，咱们也就是雇佣关系了，口说无凭，咱们先把规矩定好，签个协议。行，你说吧。第一，在长辈和村人面前演戏可以，但私下不许有任何多余的肢体接触。第二，别打听我的私事，也别对我有不该有的心思，你明白吧？放心，我没那闲心思。你。第三，7天服务期满，结清尾款，沪山联系方式，绝不纠缠。没了吗？那就这样吧，规矩我懂了。不过，既然是做生意，我也得补充几条我的收费标准。什么？1天350已经是天花板了，你还想坐地起价？太过分了！基础营业范围，牵手不加钱。如果遇到突发境况，逼不得已需要拥抱，一次加50。你疯了吧？抱
50。另外，你母亲给你排了半个月的相亲局，如果需要我出面帮你挡烂桃花和相亲对象沟通，一次加100。你抢钱啊？现在的实习护士都这么嚣张了吗？怎么会呢？明码标价，你要是觉得贵，现在退单还来得及，我立刻买票去制衣。行，100就100，但我警告你，拿钱办事必须专业。放心，我的演技绝对专业。走吧，林之恒是吧？拿上你的行李，咱们出发。去哪儿坐车？跟我走就行了。前面路口右转，咱们去坐街角的电动3轮车，去客运站赶最后一趟回镇上的大巴。大巴？怎么了，嫌弃啊？你一个拿死工资的实习护士，还想坐头等舱啊？赶紧的，别磨蹭。少爷，老太太发飙了，说您今晚要是不去见那家的小姐，就停了您实验室的研发资金。你到底在哪儿啊？老院长也在找你。关机干嘛？跟科室请好假了吧？别到时候矿工被医院开了，那点实习工作就全没了。放心，医院没了我，还不至于倒闭。晕车啦，这大山里的路可不好走。要吗？不用，比这更恶劣的环境我都待过。对不起。没事。苏老板，刚上车就占便宜，别忘了协议，拥抱一次50，刚才这一下算半个，25，记账上。你钻钱眼里了吧？谁占你便宜了？明明是司机踩急刹车。我只看结果。小气鬼。不管怎么说，这张脸带回去也算赏心悦目，而且这张嘴肯定能挡住7大姑8大姑。到了，我们下车。是演技。小念回来了！哎呦，快看看，小念真把男朋友带回来了。这小伙子长得也太俊了吧！可不是嘛，跟电视里的明星似的。这身段，这长相，咱们村可是头一回见。苏念，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个男朋友？是的妈，他叫林之恒，注意配合，别穿帮。阿姨好，初次登门，仓促了些。听小念说您身体不舒服，特意来看看您。哼，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过日子又不能光看脸。小伙子，你在市里是干什么工作的？收入稳定吗？房子买了吗？大姑，他在市医院上班。哟，在市医院上班啊？那是正经大单位。那是医生还是护士啊？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他是个护士。什么？护士？还是个男护士？哎呦，男护士虽然也稳定，但说到底还是辛苦活啊。就是啊，小念，你一个老师，虽然在村里教书工资低点，但好歹说出去好听。你找个男护士，以后在市里买房，压力多大呀！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小伙子，你这身衣服看着挺旧的，平时工作挺累吧？哼，就你这条件，以后可得好好努力，才能给小念安稳日子啊！苏念，你就是随便找个这种人来糊弄我是不是？我给你介绍的杀猪李老板，人家一年好歹能挣几十万，你找个护士，你想气死我是不是？阿姨，行，挺护着他啊！既然小念非要带你回来，那
那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跟你说说过日子的现实。妈，大过年的你干什么呀？我们刚坐了3个多小时的车，你给我闭嘴！今天没你说话的份儿。小伙子，你想娶我家小念可以，但我问你，你在市里有房子吗？暂时没有是吧？好，那我再问你，有代步的车吗？哪怕它是几万块的代步车也行。你有吗？都没有是吧？那好，最基本的一点，你要娶我女儿，以后彩礼打算怎么安排？我告诉你，隔壁村李老板可是放了话的，只要小念点头，30万彩礼1分不少，外加镇上1套房。你一个在医院上班的护士，底薪加上夜班费，1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吧。不吃不喝干10年，你掏得出30万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没钱也得有个规划。现在的物价多贵呀，1个月几千块，在市里交完房租还剩几个钱？妈，难道以后结了婚还要我们小念用她那点微薄的教师工资来补贴家用吗？小伙子，不是我说，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结婚是柴米油盐，你拿什么保障小念以后的生活？妈，大姑，你们太过分了！钱，你们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护士怎么了？护士也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她凭自己的本事干干净净赚钱，不偷不抢，凭什么要站在这里被你们这么说？对不起，我加钱，你别生气，千万别这个时候走。我不走，你放心。按照协议，牵手不加钱。阿姨，钱、房子、车子，这都不算问题，只要小念想要，以后都会有的。至于彩礼，您放心，我肯定会给够她体面，不会让她受委屈。哎呦喂，年轻人志气大是好事儿，还以后都会有。你一个拿死工资的，做白日梦呢吧？年轻人，大话说多了闪舌头。行了，外面冷，先进屋吧，有什么话家里说。大姑，据我刚才的观察，您大笑时呼吸有点急，嘴唇颜色也偏深。如果我没猜错，您最近半个月是不是经常出现心闷气短？爬2层楼梯就觉得喘不上气。你瞎说什么？你咒我呢？我不是咒您，就是个善意的提醒。要是经常说这样的话，大概率是心脏方面有点小问题。如果您继续这样情绪激动，保持这种高压状态，对身体不好。我建议您过完年尽早去大医院查查血。你少在这装懂，你一个护士，懂什么看病诊断？你是医生吗？你就在这乱下定论。您这位阿姨，您看着脸色有点浮肿，眼下面色素沉着也重，平时是不是爱打麻将，经常熬夜，还总觉得右上腹隐隐发疼，没胃口，吃不了油腻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长期熬夜加饮食油腻，对肝脏负担很大。您现在最该关心的不是我赚几个子儿，而是赶紧去挂个消化内科的号，查查肝功。这300块钱花得太值了！这小护士不仅心理素质极佳，连医学常识都背得这么溜，说起话上头头是道，气场简直比科室主任还要强。一个护士而已，懂点皮毛理论就敢在这里给人随便下判断了，真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哎呦，张医生来了！张医生，你可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医生，你快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是不是真的像这个护士说的那么严重？他刚才居然说我心脏有问题。大姑，您别听他瞎说，
心脏问题那是需要通过专业仪器多项指标才能确诊的。他一个护士，凭肉眼看2眼就能下结论了，未免也太不严谨了。年轻人，护士就该干好护士的本职工作，在没有医生诊断和检查报告的情况下，随便给人说身体有问题，往小了说是你不懂规矩，往大了说你这是危言耸听。要是真把老人家吓出个好歹，这责任你担得起吗？就是，我就说这小子是在吓唬人，差点被你这个小伙子给忽悠了。张医生可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医师，人家说了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没本事还学人家装大夫。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学好，不听医嘱，后果自负。苏念，我真是不明白，你放着县城安稳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去深山里教书也就算了，现在找男朋友，眼光怎么也跌得这么厉害？你就算要找个挡箭牌，也该找个像样点的。你这不是故意惹王阿姨生气吗？张旭，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就是喜欢他。他虽然没你名气大，没你赚多，但他脚踏实地，比你这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强10000倍。你行了行了，大过年的都在这村口吵什么啊？张医生啊，外面天寒地冻的，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哼，阿姨今晚在家里备了酒菜，本来就是想请你过来吃个便饭的，快跟阿姨进屋。既然你非要把他回来，行，腿长在你们身上，我拦不住。但苏念，我警告你，今晚这顿饭，你们要是敢给我作妖得罪了张医生，明天一早你们俩都给我滚！林之恒，对不起啊，我妈和我亲戚说话太难听了。那个张旭又是个出了名的爱显摆，刚才委屈你了。我拿了你的钱，挨几句说，算是在服务范围内。不过，那个叫张旭的，是县城那家私立诊所的。是啊，坐诊大夫呢，在我们村儿可是横着走的。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他肯定还要拿他的医学知识来显摆打压你。你听我的，一会儿不管他说什么，你就低头吃饭，千万别接茬，咱们惹不起躲得起。走吧，去吃饭。顺便听听，县城诊的坐诊大夫有什么高见？来来来，张医生，这可是自家养的老母鸡，炖了3个小时呢，你多吃点儿。谢谢阿姨了。对了，张医生，听说你们诊所最近要扩科室了，你这主诊大夫当了也有2年了，这次是不是该牵头管新科室啦？阿姨，牵头科室哪有那么容易？不过诊所投资人确实找我谈过话了，我们诊所最近打算引进几台最新的设备，准备成立心胸外科门诊。投资人看中我之前发表过几篇论文，有意让我挑大梁。哎呦喂，挑大梁，那就是科室一把手啦！张医生，你这可是前途无量啊！咱们大王村可算是出了个真正的大人物了。哪里，不像有些人在市里的大医院混日子，干着基础护理的活儿，一辈子连手术台的边儿都摸不到。这医生和护士啊，虽然都在医院，但那可是职责完全不同的2个岗位。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吗？小念，来，多吃点，你太瘦了。哦。林护士剥虾的手法倒是挺熟练的，看来平时在病房里没少练手啊。不过身为医疗系统的人，我还是得考考你。刚才你说大姑心脏不好，那你倒是说说，右心衰竭的典型临床体征是什么？完了，他之前是瞎蒙的，这要是真背起理论来，肯定得露馅儿。右心衰竭的主要临床表现大多在体循环上，主要体征包括肝脏肿大伴压痛、肝颈静脉回流症阳性、下垂性水肿及右心室扩大导致的第3到4回间杂音。哼，死记硬背谁不会？医学是门讲究临床和前沿科技的学科。既然你懂点基础，那我就跟你探讨点深的。你刚才也听见我说的了吧？
上个月发表了一篇最新改良方案。那篇论文提出，在进行手术时，传统的固定器会导致局部心肌缺血，而该论文作者提出了一种全新方法，可以将手术死亡率降低。这可是目前心胸外科领域最前沿的技术。林护士，你在医院发药，恐怕连听都没听过吧？这才是真正顶级的医学，你这辈子也就只能在病房听听传说了。听听，什么叫专业？这就叫降维打击。那个什么小林，你听得懂张医生在说什么吗？完了，张旭这是把学术界专业的东西搬出来了，这下真的接不住了。张医生刚才说，上个月那篇改良论文提出了动态缝合悬吊法。没错，怎么，你还想质疑专家结论？我不是想质疑专家的结论，我是想纠正你。那篇论文里提出的不是那个方法，和你说的有点偏差。不仅如此，论文中明确指出，该方案必须配合改良版的器具使用，否则会导致风险增加。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么详细？你胡说！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回去再把那篇全英文的文献好好翻一翻就知道了。顺便提醒你一句，下次在别人面前引用文献装权威的时候，最好先看清作者名字。那篇论文的一作通信作者名字叫林之恒。什么？林之恒！苏念，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奇葩？不仅是个护士，还这么爱开玩笑。张医生，怎么了？这小子刚才说的那什么论文，到底怎么回事啊？阿姨，大姑，你们知道那是什么级别的期刊吗？那是全球最顶尖的医学杂志，能在上面发论文的，全都是国内外最顶尖的医学专家，教授级别的老专家。就凭你，平时在科室里打杂，听了主任念叨两句，上网查了查作者的名字，就敢跑到这儿来冒充学术大佬了？你怎么不说你是华佗在世呢？哎呦喂，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没钱就算了，人品还这么差，敢冒充大专家。小念啊，你这找的什么男朋友？赶紧让他别闹了。觉得我冒充？你可以现在用手机查查那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和单位。哼，查就查，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我今天非要当众撕下你这虚伪的画壳。名字的拼音确实一样，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但人家是京城国家级中心的主任，你呢？你是个普通人，敢说上面的人是你？你要是这篇论文的作者，我今天就把这八仙桌给吃了。他虽然长得帅气长枪，但也抱怨过要去大山里支医，肯定是凑巧和那个大佬同名同姓，又刚好为了忽悠人提前背过资料吧。张医生，你能不能好好吃饭？至于这么揪着不放吗？苏念，你就是被他这副装模作样的皮囊给骗了。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不容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亵渎。张医生说的对，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既然你这么推崇严谨，那么我来问问你，你刚才炫耀你们诊所要引进心脏微创设备，准备让你挑大梁成立心胸外科门诊，你们准备引进的是德国产辅助系统吧？你怎么知道？这是我们诊所投资人刚在内部会议上定下来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设备在进行手术时存在视野盲区。去年年会上，这份设备的风险评估报告已经出炉，它在处理复杂情况时术中出血率很高，已经被几大顶尖医院全面淘汰停用。你们诊所把别人淘汰停用的高风险设备当成宝贝引进来，而你这个连最前沿的论文都会读漏前提条件，连基本文献都没吃透的坐诊医生，居然要用这种高风险设备去挑大梁，给人做心脏手术。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诊所引进什么设备，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你懂什么临床？我诊所里还有个急诊病人等着会诊，我没时间在这听你胡扯。张医生，你饭还没吃完呢。这怎么回事啊？张老师怎么被气跑了？还能怎么回事？被人家说中了，心虚了呗。你到底跟张医生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知不知道张医生在我们镇上多有面子？你几句话把人得罪了，以后我们家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明明是张旭自己学艺不精，被拆穿了落荒而逃，关人家什么事儿？你还敢顶嘴？我告诉你，苏念，张医生这条线要是断了，初1到15的相亲，你一个也别想跑。我吃饱了，你们自己收拾。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最新论文改良版的分硫栓，还有什么淘汰的医疗设备？你刚才怼张旭的那一套词，根本就不像是个普通护士能说出来的。你知不知道张旭刚才走的时候腿都在打哆嗦？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那篇论文的遗作兼通讯作者。你少来！我承认你刚才护着我的样子确实很帅，那300块钱我花的太值了。但是你别以为我真傻，人家京城国家中心的大主任，专家号常年排到半年以后，一号难求。那种级别的大佬会为了300块钱跟我回家，还要受我妈的气？哼！我早就看穿你。再说了，你要真是那个大佬，刚才在医院门口，你会连张打车钱都没有，还要去大山里支医？这丫头脑子倒是也挺好使，只可惜她那个有限的脑洞，限制了她对豪门逼婚和医学狂人的想象力。既然被你看穿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确实是在市医院上班，不过是在心胸外科给大主任打下手的。你也知道，现在的大专家每天忙着开会、讲座，忙得很。他们那些全英文的文献、前沿设备的评估报告，包括出去开会用的 PPT， 全都是交给我们这些手底下的人去整理的。我们主任最近一直在研究这篇论文，天天在科室里念叨底下的医生不如一个叫林之恒的专家。我这几天天天帮他做 PPT， 刚才张旭一装，我就顺口背了2段，纯粹是拿主任的稿子吓唬他。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现在的打工人也太惨了，不仅要照顾病人，居然还要帮主任做 PPT 背英文文件。不过你也太厉害了，就那么随便背2段，就把县城诊所的坐诊医生吓得阵脚大乱。你这记忆力和心理素质，不去考个医生执照真是太可惜了。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完美，不仅把我亲戚镇住了，还帮我出了口恶气，给你加50块钱奖金。好，这50块我记下了。不过张旭虽然跑了，但我妈她的脾气我了解，她今天受了气，明天大年初1，她绝对会把相亲局安排得更加变本加厉。杀猪的李老板，还有那个镇上的包工头，估计明天都要杀上门来了。小林护士，明天将是一场硬仗，你准备好了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别说杀猪的，不论谁来了，明天我都会替你挡回去。苏念，死丫头，赶紧给我滚起来洗脸梳头！苏念，你李哥开着新车已经到村口了，今天你要是敢给老娘甩脸子，我天天去你学校念叨你。完了，初1杀猪的李老板，初2县城的包工头，这连环相亲局的第1只催命鬼杀上门来了。早什么早啊！敌人打上高地了。今天这场硬仗，你要是扛不住，咱们俩都得被扫地出门。放心，我说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哎呦，翠萍婶子，过年好啊！我这大年初1头一脚就赶紧跑来给您拜年了。哎呦，小李来啦！快进屋，快进屋，外面冷。婶子，这是一点小意思。苏老师越来越好看了啊！在山里教书多苦啊！只要你跟了我，以后日子肯定过得安稳舒服。李老板，
新年好。不过教书是我的理想，我不觉得苦，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这就是昨天把张医生说走的那个护士小伙子啊。我说苏老师，你这眼光也太差了吧！就算看不上张医生那种斯文人，也不能找个做护理的呀。这种小伙子除了长得能看，能顶什么用？李老板，请你放尊重一点。我怎么不尊重了？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婶子，这是给您的拜年红包，您拿去买点东西。死丫头，你懂什么？你李哥这叫实在。人家手里捏着3家厂子，一年轻轻松松赚大几十万。人家说了，只要你点头，30万彩礼1分不少，马上就在镇上给你全款买套大洋房。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小伙子，他能给你什么啊？小子，听见没？识相的就好好努力，别耽误了苏老师的终身大事。你一个月行死累活挣那几千块钱，我半天卖猪肉就挣回来了。跟我抢人，你还得再练练。1年几十万确实不少。怎么，一个月拿几千死工资的小伙子，还看不起1年几十万的人了？小子，别以为你昨天用些什么医疗名词忽悠了那些没文化的亲戚，就能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装不装，不在于嗓门有多大。李老板是吧？既然你觉得钱能买来一切，那我今天就以一个医护人员的身份，给你好好提个健康建议。你这孩子，大年初一的别乱说。我没有乱说，我只是在陈述客观的医学常识。您看着面色偏红，应该平时应酬多，喝酒也不少吧？长期过量饮酒对肝脏损伤很大，您平时可得多注意。这小子怎么知道我每天喝不少白酒？您这体重也超标了，刚才走进来这几步路，呼吸都有点急促。肥胖加上长期喝酒，身子很容易熬出问题。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您现在这身体状态可得多上点心，别总硬扛着。要是一直不当回事，真等身子出了大状况，后悔都来不及。他怎么看出来的？1年赚几十万确实不少，但说到底，身子才是根本。真要是熬垮了，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好身子。就您现在这情况，还是少喝点酒，多走动走动。连自己身子都顾不好，怎么给别人安稳日子呢？总不能让苏念嫁过去，天天为你的身体提心吊胆吧？他怎么看出来的？我昨天才去市里做完体检，自己心里清楚，最近脚趾痛得走不了路，连视力都开始模糊了。这个护士竟然一眼看穿了！你少在这吓唬人！是不是吓唬人？您自己去照照镜子，看看脸色就知道了。就您这副状态，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问题，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你还敢拿30万彩礼来大放厥词，要给别人幸福？小李，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普通护士，懂哪门子看病啊？行了，婶子，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李老板，你别走啊！太强了，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不费一兵一卒，不用一句脏话，硬生生用专业的健康知识，把一个嚣张跋扈的老板给活活劝走了。这哪里是租来的假男友啊，这简直就是请回来的一尊活菩萨。这个看似普通的男护士，眼神太沉稳了，那根本不是一个底层打工人该有的眼神，那是一种即使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的从容。你们初一的黄了没关系，苏念你给我听好，初二的包工头，初三的……阿姨，不管初2、初3来的是谁，我劝您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因为有我在，谁也带不走他。苏念，去把你的帆布包收拾一下。啊，干什么？搬去我昨天睡的那间杂物间。作为你的男朋友，在这大王村的7天里，我必须贴身保护你的安全，这是协议规定的服务内容。行，既然你们非要在一起，那就一块住这间屋。家里房间本来就不够，这屋平时放杂物，你们就凑合住吧，别指望我给你们开电暖气，自己想办法取暖。那个，对不起啊，我妈她就是想故意考验考验你，逼你知难而退，自己走人。要不你还是去镇上找个招待所对付一晚吧，住宿费我给你报销。
大雪封山，连拖拉机都开不出去，你让我去镇上。可是这只有一张床，而且这窗户还漏风，我们孤男寡女的，总不能……苏老板，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协议第1条，私下不许有任何多余的肢体接触。我对你没别的想法。你才想多了。行，既然你非要留下受罪，那这床归我，你自己打地铺。冻感冒了算工伤，但我不放置。干嘛？坐到角落那个逼疯的凳子上去。可是我是雇主。你要干什么？弄好了？你这手艺也太利索了吧！这尺寸卡的简直严丝合缝啊！护士的基本功而已，平时在科室里拆纱布、贴胶布练出来的。看来你们市医院的护士业务能力确实能打，难怪你能把张旭那个半吊子坐诊大夫给怼得无话可说。上床睡觉。那你睡哪儿？外面零下10几度，你连个外套都不穿的，打地铺会冻死人的。我拿了你300块的日薪，没有让雇主睡地板的道理。况且我这人火力旺，冻不死。可是……闭嘴，睡觉。再啰嗦，按违约扣钱。这个租来的实习小护士，虽然嘴巴毒了点，态度拽了点，但好像真的挺有安全感的。醒了，胸愤，气短，有点儿。可能是昨天受凉感冒了，胸口有点憋得慌。没事儿，我一会儿去村卫生所买点感冒药就行。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深呼吸，吸气，呼气。双肺呼吸人清晰，没有听到室楼声和哮鸣音，可以排除肺炎。现在听听心脏。你别动，医护人员眼里只有患者。心音有力，瓣膜没有杂音，心悸没问题。不过什么？不过你的心率已经飙到了每分钟120。苏念，你这不叫生病，你这叫心动过世。你胡说什么？我那是被你吓的，谁让你突然凑这么近？是吗？先把这个喝了。我刚才去厨房找的姜，趁热喝，发汗，寒气就散了。这个男人毒舌的时候能把人活活气死，可温柔起来的时候，哪怕只是用一个破纸杯、一碗粗糙的姜糖水，也能让人无可救药的沉沦。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屋里躲清闲，真把我这儿当免费的宾馆了？小子，既然你说你要在这儿待7天，行，我大王村不养闲人，你想吃我家的白米饭，就得给我干活。后院柴房里有一堆干柴，今天中午之前全给我劈出来。还有，去鸡圈里抓只最肥的老母鸡，杀了蜕皮，中午我要炖汤。你要是干不好这活，你们俩今天中午就给我饿着。哼，我妈太过分了，大雪天的让你去劈柴杀鸡。你是个护士，那双手是用来拿针管和配药的，怎么能干这种粗活？你别理他，我去找他理论。站住！不就是杀鸡劈柴吗？身为一个经常配合手术的护士，这活儿我熟得很。手术刀？你一个护士哪来的手术刀？口误，我是说配药用的安眠瓶切割刀。走吧，去后院。小伙子，这劈柴可不比在医院里发药打针，这老榆木硬得像铁，你这细皮嫩肉的，一挥斧头别把自己的腰给闪了。要是干不来，就跟我们家王妹子说句软话，赶紧回你的市里去。就是城里来的小年轻，连葱和蒜都分不清，还想干这重体力活？半个小时，这堆柴要是劈不完，中午就别想吃饭。妈，这怎么可能劈得完？这榆木连我爸在世的时候都得劈上大半天。我来劈！你给我回来！
什么？给木头看病啊？这是劈柴还是切豆腐啊？柴劈完了，阿姨，鸡在哪儿？别得意，劈柴用的是巧劲儿，抓鸡可是个技术活。里面那只鹿花大公鸡是村里出了名的能斗，啄人能啄出一块肉来。你去把它抓出来，杀了褪毛。妈，那只公鸡平时连村里的土狗都不敢惹，你让它去抓，万一啄伤了眼睛怎么办？受不了就走呗，没人逼他干。这小子这回肯定得挂彩了，这鸡凶得很。刀太钝了，会破坏肉质的纤维。苏念，去厨房给我拿一把最薄的水果刀，顺便烧一锅开水。今天中午我给你们露一手。开水来了，还有你要的水果刀。哎呦喂，我说小伙子啊，你该不会是想用这把小刀来剁鸡块吧？这老母鸡的骨头硬得很，你这一刀下去，连个印子都留不上，别再把刀刃给崩断了。就是，没干过农活就别硬撑。翠萍啊，我看你还是自己来吧，别等会儿中午咱们连口鸡汤都喝不上。接下来看好了，他都不用剁的吗？阿姨，这样处理炖出来的鸡汤不仅肉质不柴，而且喝汤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任何碎骨头渣卡嗓子。你还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你这也太绝了吧！你们医院的护士都要练这种硬核技术的吗？这刀法不去做外科主刀大夫，简直是医学界的损失。我当然是主刀大夫，而且是全国能排进前3的顶尖一把刀。只可惜，这丫头的认知上限目前只能接受全能护士这个设定。行了，别在这显摆了，别以为干了点活就能在我家白吃白喝。今天这顿饭算是你们赚来的，赶紧去洗手，准备吃饭。吃完饭给我去镇上买开学要用的东西，别在家里碍我的眼。谢谢你啊，临时男友。今天上午你可是让我妈这辈子吃血吃的最惨的一次。不用谢。不过，阿姨刚才说你要去买开学用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在这山里教书只是为了混个基本工资吗？是啊，就是混口饭吃嘛。老板，这套最新版的小学数学同步练习册，给我拿30本，还有那边的注音版课外读物，我也要20本。一共1800，谢绝还价啊！大雪天的进货不容易。1800，老板。我是大王村小学的老师，这些书都是买给山里孩子开学用的，您看能不能便宜点，1500行不行？1500？你做梦呢！没钱就少买点，打着给学生买书的幌子来砍价，我见多了。哎呦，我当这是谁呢？这不是咱们省师范大学当年大名鼎鼎的专业第1名苏念苏大才女吗？赵娜，还真是你啊！苏念，真是不敢相信。当年市里最好的市实验双语学校开出高薪和安家费，抢着要签你。你倒好，非要搞什么教育下乡的理想，拒绝了所有大城市的高薪机会，跑到这鸟不生蛋的大山里当村教。省师范专业第1，拒绝了高薪的重点学校工作，在这深山老林里拿几千的死工资，还要自己掏腰包给山里孩子买教辅。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随波逐流的失败者，他是一个为了教育理想甘愿燃烧自己的一束光。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买几本破教辅书还要跟人讨价还价，高薪工作你不要，跑这儿拿死工资，你这脑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赵娜，人各有志，我觉得让山里的孩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比在贵族学校里拿高薪更有意义。有意义能当饭吃吗？哟，
苏念，这是你男朋友，长得倒是挺帅，可惜这衣服连个牌子都没有，跟着你在这山沟沟里喝西北风呢。现在的帅哥可真好骗，他不是。喂，是乡村教育公益基金会的张老师吗？我是林之恒，对，我这边有个大王村小学，想申请一下图书配捐的额度。对，教辅资料、课外读物还有文具都需要。地址我稍后发你，直接安排配送过来就行。老板，这些教齐资料先帮我们留着，稍后基金会的人会联系你结算。另外，店里所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课外书、文具、体育用品，全部按配捐清单打包。既然有人觉得高薪就能买断一个人的理想，那今天我就替我女朋友给大王村小学申一批公益图书。你在这装什么大款？连件好衣服都穿不起，拿个电话忽悠谁呢？下午基金会就会联系你对接结算，请务必清点齐全，少一本我们都会按合作流程核员追责。好的好的，没问题，保证按时送到。是小护士，哪来的这么大公益人脉？停！你老实交代，那个公益基金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个护士，怎么认识这么多公益圈的人？你想多了，这基金会不是我的。那是谁的？你该不会是为了帮我出气，去骗人家基金会吧？林之恒，你疯了！骗公益基金是要犯法的。走，我们赶紧回去把单退了。这傻丫头，自己穷得连感冒药都舍不得买，却生怕他为了她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回来，没偷也没抢。这个基金会是我们科室一个 VIP 重症患者牵头成立的，专门做乡村教育和医疗帮扶。慈善基金？那位负伤患者资助了专门用于乡村教育的专项基金。我平时除了给主任整理 PPT， 还负责帮科室跑这些慈善项目的落地。刚才我只是申请了大王村小学的配捐额度，合法合规。既然你也是为了村里的孩子，这笔钱用在大王村小学正合适。真的？你没骗我？不然呢？我要是真有这种钱，还至于为了300块钱被你拉到大山里来受冻挨饿？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是个隐藏的什么千亿霸总呢。不过今天真的谢谢你，不仅帮我出了气，还帮孩子们解决了大问题。今天那个女人说你拒绝了市实验双语学校的高薪工作。赵娜那个人就喜欢夸张，不过当时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确实给我发了工作。为什么不去？你知道吗？我就是从大王村这样的深山里走出来的。10几年前，如果不是一个从城里来支教的老师拼了命的挨家挨户去劝我爸妈让我上学，我可能早就在17、18岁的时候被家里安排嫁人了。大城市里不缺我苏念这一个好老师，但在这里，大王村小学的孩子们缺一个能给他们搭桥的人。好烫！别动，苏念，你保护孩子们的梦想，我会尽力保护你。还没找到人吗？这都失联整整2天了。他林之涵到底跑到哪个深山老林里去了？老院长，林主任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们查了沿途的监控，专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西南山区的一个盘山公路上。后来因为大雪封山，监控探头坏了，线索就
彻底断了。直升机呢？林氏集团不是有私人机队吗？派出去找啊！老夫人已经派了，可是那边正在下10年不遇的暴雪，航线全面管制，直升机根本飞不进去啊！胡闹，简直是胡闹！昨天刚送来一个罕见的复杂的心肺联合移植病例，这种级别的手术，放眼全国，除了他这把神医刀，谁敢主刀？谁敢打包票，能把人从死神手里抢回来？林夫人啊，林夫人，我早就跟您说过多少次了，他不仅是你们林家的继承人，他更是咱们医院的活招牌。您说您大过年的非要逼着他相亲，现在好了吧？把咱们的神医刀给逼得离家出走了。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啊。他一天到晚不是泡在无影身下，就是待在实验室里。30岁的人了，连个正经对象都没有。我怕他再这么干下去，迟早要累垮身体，这才想着给他物色个好姑娘。老院长，您别急。吴凡在，老夫人您吩咐。立刻动用林家所有的资源，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寻人通知，告诉那小兔崽子，只要他肯马上滚回来主刀救人，相亲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不仅如此，他一直想要申请的那个重点医学研发实验室，我全额独资给他建。吴凡，再加上一条，只要林主任肯回来，以后整个心胸外科他说了算，我这老头子的院长位置随时让给他做。是，我这就去发通知。神医刀到底躲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哎呀，你别拿那个湿木头去引火啊！你别动，脸上蹭到灰了。去他的京师，去他的相亲，在这个漏风漏雨的穷山沟里，好像比那座冰冷的顶级实验室要温暖得多。小念老师，小念老师不好了！李博，出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镇上主管教育的王副镇长带着几个人跑到咱们村小学去了。昨天夜里雪太大，把2年级那间本就漏雨的教室屋顶给压塌了一半。王副镇长说，按规定这属于地级危房，不能再用，今天就得临时关停，还说镇里的修缮资金暂时批不下来，建议孩子们先分流到镇上的学校过渡。什么？大王村的家长连几10块钱的教习资料都买不起，怎么负担得起镇上学校的额外开销？真要是关停了学校，山里的孩子上学的路就更难走了。封校？凭什么封校？那些校舍虽然旧，但主体结构全是砖梦的，非常结实。压塌的只是加盖的那一层石棉瓦顶棚，只要换上新的彩钢瓦就能继续用。修缮款我们申请了大半年，一直说要走流程批不下来，现在趁着雪灾直接封校，孩子们怎么办？这事儿难啊。小念老师，听说镇里的应急资金都拿去抢修山路和排查民房了，教育口的修缮款得等县财政开春统一拨付。王副镇长也是按危房管理规定来的，怕再下大雪，屋顶全塌了，出安全事故，担不起责任。大王村一共就几10个学生，几乎全都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靠种地为生，去镇上上学每天要走10几里山路，天寒地冻的根本不现实。走，李博，我跟您去说说情况。外面冷，想沟通也得吃饱了穿暖了才有力气。走吧，我陪你一起去。先拉上警戒线，这几天别让孩子靠近。这屋顶塌了一半，再遇暴雪很容易2次坍塌，绝对不能再当教室用了。老乡们，你们也别着急，
镇上的中心小学已经腾出了2间空余教室，实在不行可以先去那里过渡1学期。校车我们来协调。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这危房真的不能再用了。王副镇长，去镇上上学路太远了，孩子们天不亮就得起床，走那么远的山路，冻着摔着可怎么办啊？我知道大家有困难，但安全是底线，真出了事故谁都担不起。镇里财政紧张，应急资金都用在民生保供上了，专项修缮款得等县局统一走流程审批。我也在天天催，但流程没走完，资金还没到位啊，先临时关停，等开春天气暖了，我们再想办法。不行，苏老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能胡来。你是老师，难道不知道危房的危险性吗？我这是按安全规定办事，规定也要结合实际情况。这份房屋鉴定报告，上个月县住建局的人刚来做过，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这几间教室的主体承重墙没有任何问题，只需要3万块钱的修缮款，换个新屋顶就能解决。我们申请了半年都批不下来，现在借着雪灾直接一贴贴封条了事，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就不管了。审批有审批的流程，镇上财政那么紧张，哪能说批就批？我告诉你苏念，安全责任大于天，今天这警示标志必须贴，教室必须暂停使用，这是对孩子们的安全负责。还愣着干什么？先把苏老师劝到一边，按要求把警示条贴好。大家先冷静，有问题慢慢沟通，没必要动手拉扯。您是负责修缮的王负责人吧？3万块钱的修缮款，常规申报流程走不通，我能理解。但针对偏远山区办学的专项扶持资金，就没有加急通道可以优先拨付吗？孩子们的课一天都耽误不起。这位先生，你说的我都知道，但加急通道有严格的申请标准和审核权限，不是我们项目端能做主的。我们也一直在提交申请，可主管方还没批复，我也没办法呀。审核流程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对接协调。林总，您终于开机了，大家找您找得快疯了。张老师，麻烦协助对接一下乡村教育应急帮扶的政策通道。大王村小学因雪灾出现校舍险情，符合偏远山区教育帮扶标准，麻烦申请一笔专项修缮资金。额度按屋顶整体翻新、校舍安全加护来核算。今天就走正规流程提交申请。另外，帮忙协调县教育局与对应部门走危房修缮的应急审批通道，符合政策的话，请尽快批复。公益帮扶的资金和审批，我这边帮忙对接政策通道，下午应该就会有进展。安全要守，孩子们的课也不能停。王副镇长，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两边的问题都解决掉。小伙子，不是我泼冷水啊。公益帮扶申请哪有这么快的？流程一环扣一环，资质核验、项目审批，少说也要10天半个月。安全不等人，我们等不起。哪有一个电话就能走应急通道的？要是这么简单，修缮款早批下来了。林志恒，你真对接上基金会了？政策流程我也懂，哪有这么快的？要不我再去跟王副镇长好好说说，先找个闲置的民房临时上课也行。走的是正规应急帮扶通道，符合政策标准，很快就有结果。再快也赶不上现在的安全隐患。先按规定把警示条贴好，警业线拉起来。等帮扶资金批下来，我们第一时间开工修缮。喂，
郑镇长，我正在大王村小学处理危房事宜。王崇年，你工作怎么这么死板？县里刚接到乡村教育公益基金会的正式对接函，大王村小学完全符合偏远山区教育应急帮扶标准，专项修缮资金和应急审批已经同步启动了。你不主动想办法争取资源，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就知道硬着头皮一封了之，工作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已经在往那边赶了。你立刻停止封校措施，现场做好安全防护，等我带正式批文过去。这么好的公益帮扶机会，一定要给老百姓落实好。是，我马上调整工作安排。停，先别贴。刚才是我工作方法欠妥，没想到公益帮扶通道能这么快对接上。既然相关审批已经启动，封校的事先暂停，我们一起想办法保障孩子们正常上课。郑镇长来了！乡亲们，苏老师让大家着急了。县里刚刚通过了乡村教育公益基金会的应急帮扶申请，不仅3万块的屋顶修修缮款全额拨付，还额外配套了30万的乡村教育专项帮扶资金。大王村小学不仅不用封，开春就整体翻建加固校舍，彻底解决安全隐患。这都是真的。苏老师啊，这都是国家乡村教育帮扶的好政策。这位林先生通过正规公益基金会提交了帮扶申请，完全符合咱们偏远山区的扶持标准。县里特事特办，走了应急审批通道。后续修缮施工队，镇里也会帮你们对接，一定让孩子们尽快用上安全的教室。太好了，太好了！保住了，孩子们的学校保住了！苏老板，突发境况，主动拥抱。这次的50块钱，你也得记账上。谁主动抱你了？我那是激动，是喜极而泣没站稳。行，没站稳。那这没站稳的50块钱，苏老板打算什么时候结？结，从尾款里扣。苏老师、林先生，批文和资金流程都已经启动了，后续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校舍修饰的对接工作，一定把这事儿办扎实。老王这边回去也会总结这次的工作不足，优化基层应急问题的处理方式，大家一起把孩子们的事儿办好。苏老师万岁！学校保住了！多亏了苏老师和这位小林先生啊！奶奶，不哭了，都会好的。林志恒，你老实跟我说，短短时间不仅对接好了公益应急帮助资金，还让县里加急走了审批通道，镇长亲自冒着大雪跑来送批文，这公益基金会的效率也太高了吧！你之前说基金会是你们科室的 VIP 重症患者牵头的慈善项目，可是就算他有心做公益，也不可能刚好就能对接上咱们县的批流程吧？你刚才那个电话到底是怎么推动的？这个基金会是不是和官方有合作啊？看来你还没有被刚才的喜悦彻底冲昏头脑。我刚才打给的确实是那位患者牵头的基金会，只不过这个基金会不是私人随便拨款的，它和省教育厅有官方合作的乡村教育帮扶专项，专门针对偏远山区的校舍安全和助学项目。原来是官方合作的专项啊！我说呢，怎么可能一个电话就批下来？原来是本来就有对应的帮扶政策。当初那位老先生突发心梗，是我们科室救了他。大王村小学的情况刚好符合应急帮扶的申请标准，我只是提交了情况说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按正规流程对接了县里的教育部门。政策本身就有绿色通道，不是什么特殊人情。他一直想做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益回报社会，
这次刚好赶上咱们学校出事儿，相当于借了政策的东风，帮孩子们争取到了帮扶名额。原来如此，是赶上了好政策，又遇上了热心做公益的好人。林之恒，谢谢你，帮孩子们争取到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过这种公益名额肯定也很宝贵，以后可别随便动用了，一定要留给真正有紧急需要的学校。今天为了大王村，真是太感谢你了。好，听你的，以后只在真正紧急的时候用。走吧，回去了。林主任，病人还在等你。之恒，人命关天，直升机就在镇外空地上等着，立刻跟我走。林之恒，你该走的，你的战场在手术台，不是这儿。300块的租用合同今天就到期了，救人要紧。你就这么想让我走？我不是想让你走，我是知道你必须走。那天在卫生所你救圆圆他们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你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你的本分，我不能耽误你。等我回来，不是作为乙方，是作为林之恒本人。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放他走了？妈，他有他的责任。他去赴他的战场，我也要守好我的讲台。冬去春来，再到初夏，不过4个月光景，大王村早已换了模样。我熬夜写完的校舍隐患报告发出去后，历届校友纷纷联共声援，很快引起了省里的高度重视。500万专项资金落地，村里的孩子还领到了每月的营养补贴。想听听你的声音。今天班里那个最调皮的孩子，居然主动帮我收作业了。隔着千里的距离，那份从契约里生出来的心动，反倒在日复一日的牵挂里越来越清晰。林老夫人也彻底改了看法。他派人细细了解了苏念的过往，看他当年放弃高薪 offer， 扎根大山，看着他不靠任何人，凭一己之力推动整撮子的教育改变，不攀附，不妥协，心里只剩了由衷中的赞赏。人家姑娘现在调到市里了，优秀的很，你再耗着，小心被别人抢了先。去，堂堂正正把人追回来。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苏老师，下班了。林大主任怎么有空跑到我们小地方来？苏念，300块的合同早就到期了。今天我来是想跟你签一份终身合约，我做你的爱人，你做我的归宿，你愿意吗？林之恒，我知道你的家境，但我不想做依附你的金丝雀。我们成长环境差太多，我怕有一天，生活里的琐碎、观念的差异，会磨掉所有喜欢。我要的从来不是依附。我之所以躲掉所有联姻，就是不想找个只看门第的伴侣。你守着讲台教师育人，我握着手术刀治病救人，我们本来就是并肩站着的。我妈说了，林家要的不是豪门阔太，是有骨气、能独当一面的苏念。你不用迁就任何规矩，你只管做你自己。我的资产已经委托律师做了公证，往后我的一切都有你一半。你继续做你的苏老师，我永远是你最稳的后盾。
那说好了，我们各守各的战场，各有各的骄傲，谁也不许拖谁后腿。晚风裹着香樟的清冽气息，星光落在两人身上。从雪地里的契约相遇，到盛夏的真心相拥，他们跨过了身份的鸿沟，终于找到了灵魂共梦的爱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并肩同行，岁岁年年。